你一个法医，跑我们禁毒这里做什么？你到底跟原作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交易现场？说呀，你跑来这里做什么？不仅仅是我，这个局里，甚至是兰子走后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我们肯定会去调查每一个有嫌疑的人，但是目前，你的嫌疑最大。尸检报告当中，兰子的胃里有没有糜烂性出现？他的胃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物？请继续你的推论。一个死于氰化钾中毒的人，你们却找不到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下的氰化钾，那这说明氰化钾早就在兰子体内了。你的意思是，没有凶手，邱兰子自己毒死自己？你们之所以会在那瓶水上验出我的指纹，那是因为那根本不是兰子该喝的水。朱队，朱队，齐主任怎么说？他认为氰化钾早就存在于邱兰子的体内。他怎么知道的？报告不是刚刚才送进去吗？你知道有一种办案的方式叫隔空办案吗？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可以根据现场的状态以及尸体的状态还原真相。说是少数的法医可以做到这一点，齐死者就是其中一个。高原，去实验室查一下他用过的器具，跟邱兰子手边那瓶水做下比对。好，我也去。你特意调过来，是和以前的事有关吗？你跟踪江飞，又去夜店，还去医院找李一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你没说实话。韩风，你真的相信我会杀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实习法医吗？你心里清楚，不可能是我。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查出真相。既然他已经开始协助查案，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我们调查出来的部分信息，适度的让他知道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快找到凶手。好。高法医，哎，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齐主任的水和泡腾片，有结果告诉我们。好，好，谢谢。反对处队，结果出来了。报告上显示，两个人喝的水里都检测出了对方的唾液。所以邱兰子误拿了他的水。对，兰子死前喝的那瓶水应该就是齐主任的苏打水，而齐主任的包里只是普通的矿泉水。好，先走了。朱队，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了。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邱南子的体内？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一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邱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邱兰子胃药的胶囊里。兰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现。怎么证明？邱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和珅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您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戚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只仅剩的1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等。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邱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1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结果出来了，
药瓶里的胶囊确实含有氰化钾，跟齐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齐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进来。白局，齐思哲摆脱嫌疑了。对，他还查出了邱兰子的死因。齐思哲是一个优秀的法医，他也很知书达理，所以对于你们对他进行审讯的必要性，他不会责怪你。对了，白局，您知道他的过往吗？他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当时我还以为法医界会永远失去这个人，可我没想到，他用了1年的时间做到了普通人3到5年才能达到的复健效果，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对他有多重要。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你们3个当中呢，你是最冷静、最理智的，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小西呢？我让他去查788夜店视频了，我觉得还有些疑点。我们在邱兰子的胃药里检测出了氰化钾的成分。能够近距离接触它，并且能够随时调换它贴身药物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少人多了。邱兰子曾经也提到过江飞尸体上有疑点，回头让高法医重新检查一下他的尸检报告。小苏，扩大范围调查邱兰子、江飞、李一奇周边的人物关系，尤其是邱兰子。好。韩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可以。先这样。小新，怎么样？找到了，在李一奇案发生的前2个礼拜，我发现齐法医曾经出现在788夜店好几次。我交叉对比过几段监控，发现齐法医出现，江飞都在。看起来，齐法医应该是在跟踪江飞。朱队，这是齐思哲的资料。他2年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车上一名女性乘客当场死亡。
不对，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先去忙吧。好。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 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 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 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 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 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 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
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10几年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挑诈勒索、劣迹斑斑，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经过2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好的，往哪看？往哪看呢？没瞎看啊！往里走。排好队。后面的，都排好队啊！快点，跟上，跟上。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请请坐。现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法警，代理法庭。张文静，闭嘴！你闭嘴！张文静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不是黑社会。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目击证人都已经提供证据了，万海都已经认罪了。你是被冤枉的，说，告诉他们，我是被冤枉的，我们是被冤枉的。赶紧说话呀！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是王宇陷害你的。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公平？公平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这是冤案！已经认罪了，你不要以为读点法律就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你这种诬告。喂，兰书记，我李仁俊。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刘主任，张老师，哎，吃了吗？走啊！白助理。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1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2次询问和调查。根据第1次调查和询问，你帮我把手铐摘了，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爸，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你干什么？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是的。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那么，这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没有，事实完全清楚。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好。不好意思，郑主任，亚平主任。打扰一下，王老师，这字儿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王老师，您干了1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背个处分吗？洪亮同志，你们辛苦了啊！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正常流程。洪亮。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查职务犯罪。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11部哪条？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但这是您1部的案子，跟我们11部没有关系。你是新来的吧？怎么跟主任说话？注意态度。继续。洪亮同志，哎，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应该是检务督察室管。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11部不要掺和。再进一步讲麻烦。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1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11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务督察室现在忙。过2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2天让人签字吗？你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院第11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
我想这个情况你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洪亮，哎，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11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喂，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哎，老侯，现在方便吗？喂，喂，老侯，你听得见吗？我听得见，你说。老侯，老侯，你听得见吗？接完了吗？您请说。回答我的问题，你们11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11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我是要申诉。好，你倒是给我时间呢。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我签了，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临时开个会，法院那边刘院长还在住院。就温厅长代表了。案子走到今天2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许局，你先说说。啊，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你怎么回事？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最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那下一步呢？算了，别说了。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再去找找雨邪。你现在都把这事儿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2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好的。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谢谢。谢谢。京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我该怎么看？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有什么意思？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你不是吗？跟我俩在这五五玄玄的，你连个张文京都弄不明白。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你告诉我，下次开庭是哪天？玩线了吧？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
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我。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前2年这可是他的案子。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我儿子呢？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平？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他为什么还在东平？因为我劝不动他。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把我带句话给他，你告诉他，我在里边一切安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程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我们早日相聚。我说清楚没有？重复。你爹让我告诉你，他在里面一切安好，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程大律师答应他了，你爹会早日服刑，早日减刑，早日团聚。王助理，进来。陈阳，你在哪？2天没见，我想死你，干啥去了？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还顺利吗？异常顺利。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非说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咱俩上下级这么多年，您最了解我。我是那种势利的人吗？就是这个离职报告，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你还是我的好领导，还是我的好朋友。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检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他忙的，再等等。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检那儿给你督办一下。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你别给我穿小鞋。洪亮，着急脱这身衣裳，无非有2种情况：一种是躺平不作为，理想信念丧失，对检察工作失去热情。你是这种人吗？我肯定不是。第2种是有污点，屁股不干净。我屁股最干净了，不干净人能到你11部来干活吗？你可以查我祖宗8辈，肯定根红苗正啊！我全院最干净的了。所以吧，我们11部都是好样的，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不对？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几天？怎么的不得1个月啊？不是，就是20天也可以。
15天最低底线真的1天都不能少了。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吗？7天，包括法定假日。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1天找房子，1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1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张嘴就要1个月，啊，你咋想的？看破不说破，还是好保护。7天1天好，这么定了啊？走了。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2个法警就没责任了？1个人扛和3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2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2个孩子也不容易啊。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婶儿算过吧？王二，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那进来吧。哎，来，老婆子，来客人了。大姨在家呢。哎呀，哎，大姨好。哎呀，给您的水果。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谁们？啊。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边有个会，我去看。哎，别走啊！不是我单位。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来吧，快来，留下吃饭。饭都好了。快来！曾主任也在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来，来，你就坐这儿。这样，别来坐着，我去拿碗筷啊。哎呀，多巧啊！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来，酒杯来了。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肯定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啊，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啊，领导啊！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那也是领导。哎，你不热呀？哎呀，大衣脱了。对。来挺巧啊，赶饭点儿。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糖糊了。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胃不好。这饺子刚出锅，来尝尝。好，大姨。哎呀，不用给我。二，哎，谢。看这孩子，看，对不起。来给我。哎，婶儿啊，跟你介绍一下啊，洪亮，
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11部检察官洪亮。哎呀，来，丽婶儿再炒2个菜啊！炒什么炒？家里没菜。小红啊，你身为11部的检察官，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今天能亲自来我家，我心里很明白，也很感动。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你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对，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肯定啊，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不能，人家马上要走了。我听说，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跟我说跟官儿迷似的。我是，不是，不，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您是我学习的榜样。你哪年来的？我是120，比我大是吧？啊，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洪亮，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来，咱俩喝一个。哎，好好好，哎呀，来，敬您，谢谢。哎，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北京，最高检。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国企。脱衣服。小红，你都已经到了3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得？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珍惜自己的荣誉。对，我们家老王，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他怎么回去啊？同事们怎么看他呀？这是……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这……主任，还吃饭啊？早上吃，趁热吃啊。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借调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这么些年，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没有一次疏漏。2183这个数字，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那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就需要您这样的优秀检察官。主任，我借着您这个话题，我发挥一下啊，申请表达一下。就我听见2183，洪检察官，我脑袋当时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可是不敢。
你们11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1年的 KPI？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要说立功，我们老王这次立的是最大的功。你们就这么对待有功的人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好了，别说了。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回不来，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